你有没有发现台湾的国旗、法国的国旗的颜色是一样的，蓝色、白色、红色？其实跟我的 T-shirt 也是一样的，嘿嘿。OK， 大家好，我是圆圆。这几天法国发生了一个很大的新闻，关于台湾。基本上，法国最近在准备一个新的法律，然后那个法律的目标就是要推广台湾参与国际的组织。那这几天法国的参议院在召开委员会投票那个法律，结果有304个人是赞成的，然后反对的人没有了。好像是法国史上关于台湾的法律最清楚的结果，所有的人都赞成的。那我等一下要解释更清楚关于这个法律，但是我先想分享我自己的感觉关于这个法律还有关于这个新闻。基本上这是法国这几个月让我觉得最开心的新闻，因为其实跟疫情的新闻，真的法国的新闻很糟糕。然后这个新闻也让我想到，我去年拍一部影片，请法国的总统多一点研究台湾对疫情的成功。Alors voilà, aujourd'hui je voudrais m'adresser à notre président Emmanuel Macron. 因为我那个时候觉得法国都在看就是旁边的其他国家，但是都没有讲到台湾为什么成功，做了什么才可以成功。所以我拍那个影片，希望法国更认真的看台湾的状况。我在那个影片也讲到关于世界卫生组织反对让台湾参加他们的会议，觉得这样真的是很蠢的决定，因为台湾其实是就是对疫情是可能最成功的，所以不让台湾参加，真的我觉得很笨的一个决定，对不对？去年也有一个 hashtag 就是台湾 can help， 台湾可以帮忙。那我看这几天的新闻，突然有一个想法，也许我去年拍的影片真的有一点点的帮助，也许法国的总统看到我的影片吗？其实我们当 YouTuber 还是有人叫做 influencer， 我们可以选择我们要拍影片的主题，我们可以分享关于我们的想法，其实也算是一种责任。在某一个程度，我也觉得自己有点像法国代表，就是我在台湾，我可以跟法国人还有全世界分享关于台湾，给大家看台湾的生活怎么样，推广台湾，让更多人知道关于台湾。所以这几年有越来越多外国的 YouTuber 在台湾，我觉得是很好的事情。还有当然去年全世界都在讲到台湾对疫情的成功，还有关于那个世界卫生组织不想让台湾参加，所以从去年开始越来越多国际的新闻会讲到台湾。现在法国的这个新闻也不意外，应该是全部是连接的。从去年开始大家都越来越注意到台湾，一直到法国这几天的这个法律。好，那这个新的法律到底是什么呢？基本上透过这个新的法律，法国会更推广台湾参加更多的国际的组织，尤其是4个。第一就是 WHO， 世界卫生组织。有另外一个我本来不知道，它叫 UNFCCC， 它是联合国气候变迁纲要公约。这个组织它是关于地球暖化，也是一个所有的国家会受到一个影响。所以一样，台湾为什么不能参加？不合理的，对不对？另外一个是 Interpol 就是国际刑警组织，好几个国家的警察会有一些关系的，所以当然这个也蛮重要。然后最后一个它叫 ICAO， 它是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就是跟飞机有关系的。好，那我们可以去看看推广这个新的法律的主要的人。是到底怎么说服所有的参与的人赞成呢？所以推广这个新的法律主要有2个人，一个是 Joël Guerriau， 一个是 Alain Richard。我看到 Joël Guerriau 在 Twitter 上有一个影片，他说这些4个组织他们是世界上非常的大、非常的重要的组织，而且那些组织的内容的工作都是会影响到全世界的所有的国家、所有的人类。Tous ces sujets
implique nécessairement des efforts concertés de toutes les nations et la participation de tous les citoyens du monde vivant sur notre planète. 然后他说这些组织其实跟政治完全没有关系的，所以他说不可以有政治的影响。Les différences d'opinion politique doivent être mises de côté pour ces questions essentielles qui dépassent les frontières. Pourtant, Taïwan ne peut pas participer à l'OMS ni aux autres instances internationales spécialisées, ce qui ne se justifie pas. 他会分享关于台湾的关键字，然后他会就是让所有的人更清楚关于台湾。台湾的 size 跟荷兰差不多，台湾的人口跟澳洲差不多，台湾的 GDP 就是国内生产毛额比瑞典、土耳其还大，台湾的进口比俄罗斯、澳洲、巴西更多，然后台湾的出口比西班牙、印度还多。然后最后一个他说，跟法国的生意，台湾比泰国、马来西亚、印尼、澳洲、尼日利亚更重要。所以这样用这些比喻，你真的可以发现，像我之前说过一样，就是让更多人了解台湾虽然小，但是不要小看台湾。OK， 那个结论是什么？我很开心，法国我的国家跟台湾的关系好像是越来越好。我已经住在台湾9年，所以台湾也算是我的第2个国家，所以我当然很在乎关于台湾的新闻。但是我也知道，国际的政治也是一个蛮复杂的事情。就算现在法国有这样的新闻，但是我也知道法国在某一个程度也不想让中国生气的太多。所以我觉得全世界对台湾的关系可能不会改变的那么快，但是我觉得从去年开始也有很多的进步，然后希望可以这样越来越好。那我自己呢，我怎么可以帮忙呢？我觉得我会继续透过我的影片推广台湾，有时候我会报道这样的新闻，就是讲到在世界上关于台湾的很重要的新闻。但是有时候也会分享关于台湾跟法国的文化差别，还是可能透过我出去玩的影片，介绍台湾的好玩的地方、很美的风景，还是好玩的户外的活动。我觉得透过这些不同的主题，会真的帮助更多人知道关于台湾，更清楚台湾到底是怎么样。OK， 我现在还在剪片，然后我想补充一下一件事情，因为常常有人问我，对，你想推广台湾，但是你为什么用中文说话呢？其实我用中文说话是我从一开始的决定，我决定我要用中文是为了自己可以进步学中文，这是最大的原因。然后第2个是我希望我可以给全世界看，其实一个外国人用中文说话不是很厉害的事情，而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我希望大家可以慢慢的习惯外国人讲中文。我也希望我可以鼓励更多的外国人学中文。但是呢，我所有的影片一定会有英文的字幕。有时候我的英文的字幕会在 YouTube 上，你如果要打开的话，你要自己打开，它不会自己出来。有时候像这个影片，英文的字幕直接在影片里面，因为我觉得这个影片一定更多的外国人会看。好，就这样。那你如果也想支持我，你可以帮我订阅我的频道，给我一个赞，还有分享这个影片给更多人看。谢谢大家收看，我跟你们说，下次见，拜拜。